姐姐，昭儿，姐姐明日便要启程去大夏和亲，你要乖一些。等时机成熟，姐姐便会南诏来看你。姐姐，这金陵是我出生时父皇赐我的，今后便让他替我陪。如果大夏的皇帝敢欺负你，记得给昭儿写信，昭儿会去杀了他。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，求公主饶了奴婢，奴婢知错，求公主饶了奴婢。你难道不知道本公主画画的时候最不喜欢别人打扰？是耳朵听不懂本公主的话，还是眼睛瞧不见呢？公主，公主，晕华公主今日从大夏回南诏省亲，陛下传令，准您一同前往宫门迎接。王姐回来了。公主性子暴戾，自从君华公主嫁去大夏，连陛下和皇后娘娘也管不了昭华公主，只能将公主锁在寝宫。以后当差可得仔细了。是，翠溪姐姐。皇姐，皇姐呢？母后，皇姐呢？我一个妇人尚且知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君儿去和亲，便是犯了错，也不敢生生将君儿折磨致死啊！王姐，这是金陵。等时机成熟，姐姐便会南诏来看你。昭儿，你做什么？为什么他会在这儿？是他们！公主在死前曾告诉奴婢，是他们骗公主去了所谓的好地方，这才触怒了大夏皇帝。公主被关在那3天3夜，楚兰宫身上没有一块好皮，便连那处也被散了公主最为宝贝的金陵。我的君儿！好地方，是极乐殿。极乐殿是大夏皇帝周延的寝宫，是长子公主最为受也最为恐怖的地方。公主出来后不堪其辱，当天便咽了气。奴婢一路装作被吓得失语疯癫，这才侥幸逃过一劫，得以禀明公主真正的死因。是真无用，是真无用啊！大夏人还说是公主福薄命贱，不被藏在大夏皇陵，
就这样将公主的遗体用牛车拉回了南诏，路上只有一块草席便是。陛下，大夏如此羞辱我南诏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！可大夏兵力是我朝100倍，那大夏皇帝又残暴不仁，我南诏如何对抗？难道真要听他们的，再送一个公主去和亲吗？父皇，送我去和亲，昭华不可。大夏既然想再要一个公主，那便用他们的命来换。你这贱奴，手法倒是愈发带花样了。娘娘玉体金贵，陛下珍视至极，奴才自是要不辜负陛下和娘娘倚重。要供谁能比得过娘娘姿容？便是极乐殿，也唯有娘娘来去自如。其他妃嫔便是侥幸进了极乐殿，也不过自取其辱，有去无回罢了。极乐殿可不是谁都配进去的。本宫日日服用秘药，按摩穴位，为的就是能在极乐殿承受住陛下的威慑，做这后宫的第一人。世人皆赞那南诏公主霍君华是冰山美人，可与娘娘风姿相比，也不过米粒之光。哼，那霍君华面上端着一副清高模样，骨子里也是下贱至极。本宫本是好意让霍君华也入了极乐殿，尝尝这人间极乐，没想到他那么不中用，竟是自个儿早登极乐了。那南诏皇室也是些孬种，刚死了个公主，又巴巴送来了一个。听说被将养在深宫，除了皇室众人，无人见过其样貌。不过又是个给姐妹们逗趣的玩意儿罢了。南诏和亲公主霍昭华前来问荣贵妃娘娘安。哼，起来吧。见过荣贵妃，诸位姐姐。哼，哼，昭华公主真是好大的架子，见了贵妃娘娘竟不行跪礼，是觉着自己公主的身份金尊玉贵吗？南诏不过是我大夏朝的一条狗，她算哪门子公主？哟，这昭华公主比她那下贱的姐姐还能端得住呢。你要做什么？贵妃娘娘凤仪万千，昭华看得入神，这才一时失了礼数。抬起头来。谢娘娘。好熟悉的味道。这南诏送来的公主，长得倒是一个比一个合朕意。倒跟你那个姐姐一样，是个漂亮玩意。贵妃娘娘是在夸昭华和姐姐一样貌美吗？南诏这次送来的公主，怕不是个傻子吧？牡丹娇艳华贵，本宫甚是喜爱。听说昭华公主虽自幼居在深宫不见人，但极善丹青，
不如就由公主来替本宫继续完成这牡丹图，如何？是。娘娘所画是牡丹中的极品墨玉牡丹，其色泽最难还原。若是下笔有了失误，怕是要毁了这幅牡丹图。连陛下都曾夸过贵妃娘娘的丹青技艺是大下一绝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续得了娘娘的画作。可否借娘娘凤簪一用？簪子？昭华须得借娘娘凤簪一用，才能调制出最适合的颜料来。昭华公主有劳。这墨玉牡丹的花瓣颜色如鲜血般明艳，不如就让昭华用自己的鲜血为原料来调制颜料吧。这世上竟然有人愿意取血作画，为了讨好娘娘，竟是连割腕取血的法子都使出来了。边陲小国的公主到底上不得台面。本宫喜欢听话的狗，可过于卑贱，就无趣的紧了。本宫乏了，要去小憩片刻，都散了吧。是娘娘为了今夜极乐殿半价，要回去养精蓄锐吧。但你姐姐若有你3分乖巧，也不至于惹得本宫那般厌恶。公主便在此处好好作画吧。恭送娘娘。可惜了，是个没长爪子的猫儿，太过乖巧懦弱。这场戏真正的坎坷，也到了该登台的时候。我与你的情擦不清皮。你就是霍昭华，这是你画的牡丹，很美。可是我不喜欢牡丹。你是谁？朕是大夏的主人。大夏的主人？那你也是我的主人。没错，朕是你的主人。你不喜欢牡丹，那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的花自是要皇上亲自探寻。那朕今日便要好好探寻一下你这朵娇花。去那儿如何？啊，在贵妃娘娘榻上，皇上不觉得更有情趣吗？旁人面前装的那般乖巧，这会儿倒像只勾人的猫儿。可陛下不是旁人。我怕
真会清醒。怕，我好怕，我怕你们不够痛快，不够不甘，能为皇起在天之灵。贵妃娘娘。老奴罪该万死，不曾注意到陛下龙体之上被画了此物。无妨。这花朕很喜欢，有趣的猫儿，开赏。传令下去，南诏公主霍昭华侍寝有功，封昭仪赐居临安宫。是。荣贵妃心狠善妒，谢尔皇上对公主一见倾心，出此成仇，便封了宁昭仪。你也觉得本公主要养上她的宠爱才能活着？奴婢知错。你没错，我要的就是她的宠爱。我要让我的一颦一笑、言行举止，甚至眉毛的弧度，都点燃周衍心里的火，再让她玩火自焚。这味道是和皇姐尸体上一模一样的龙涎香味。周衍，我会让你成为我为皇姐复仇最好的等。陛下，臣妾。哼，娘娘。陛下呢？娘娘，陛下已经歇下了。什么？娘娘，陛下说了，娘娘的丹青技艺若是退步了，便在宫中勤加练习，这极乐殿今夜就不必再入了。是，臣妾遵旨。见到本宫竟敢不来行礼！见过贵妃姐姐。这便是你的礼数，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贵妃姐姐，昭儿最近学了一个新词，叫恃宠而骄。贵妃姐姐小心着点手，万一放错地方，在昭儿脸上留了痕迹，皇上会不高兴的。一个供人消遣的玩意儿也敢教本宫做事，本宫要打你还得挑日子不成？昭儿就算是个玩意儿，也是皇上的玩意儿。万一皇上今日一时兴起，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，竟将本宫也骗了过去。对了，听说油花园花亭的凤凰牡丹榻是贵妃姐姐特意命工匠打造的。皇上说，昭儿在榻上的模样，比贵妃姐姐更年轻，更梦美。智者，哼，你最好祈祷皇上永远不会腻了你。毕竟，得了宠幸又被厌弃的公主是什么下场，你比本宫清楚。
去给本宫将那凤凰牡丹塔烧了！区区一个昭仪，也敢踩在本宫头上，本宫要你生不如死！哼，公主，如今我们在大夏还未站稳脚跟，您方才那般触怒荣贵妃，她怕是会对您不利啊。我要的就是她气恼，最好恼的想要立刻撕碎我。那公主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因为最好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。本宫从未受过如此巨大辱。霍昭华这个贱人，竟是勾兑皇上白日里就在御花园要了他的身子，还被封了昭仪。长得就是一副狐媚样子，比他的姐姐还要下贱。能让皇上第一次见他就失了方寸，这位新封的霍昭仪，怕不像表面那般单纯懦弱。宋美人的意思是，听说霍昭仪是主动来大夏和亲的，她毕竟是霍君华的亲妹妹，嫔妾怕她入宫别有用心。区区边陲小国献给我们大夏的玩物罢了。若他敢兴风作浪，那就让他和霍君华一样下场。霍昭仪如今出城圣恩，我们自是该送他一份和他姐姐一样的贺礼。宋美人，昭华，快逃！真是罪过啊，罪过！原来宋姐姐竟是皇姐在大夏的至交好友，多谢你为我送来了皇姐的遗物。公主这演技，当真出神入化。哎呀，我与君华妹妹也算相识一场，也不能看你身陷囹圄不顾。这荣贵妃歹毒狠辣，你敌不过的，还是快快想法子逃吧。逃？荣贵妃手段通天，我又能逃到哪儿去？哎，你说的有理。这后宫女子若是无权势又无宠爱，寸步难行啊。不过好在妹妹已经得了宠幸，荣贵妃也不敢随意动你。我哪会什么争宠的法子？那日侥幸得了皇上青眼，我被吓得几日都没睡好。只敢强撑着做做样子罢了。这霍昭华果然就是个自幼被教养在深宫没脑子的废物。宋姐姐，求求你救我！这罢了，总不能看着你在这狼窝里却见死不救。姐姐啊，知道一个好地方，只要进了那里的妃嫔，无一不一步登天。成了宠妃，好地方，对，那儿啊叫极乐殿，极乐殿，公主，他们是想故技重施，骗您触怒陛下，您可千万不能去极乐殿。去，
为什么不去？娘娘，翠喜，一会儿将他用过的杯子拿去给御膳房的狗用。娘娘，那霍昭华已经接触到了咱们的棋子，打听找进极乐殿的法子了。这小贱人果然没有看着那么暗。哼，只是这极乐殿可不是好家。极乐殿唯有极其得宠的妃嫔才配被皇上召信进去，只是那些妃嫔没几个完整出来的。但贵妃娘娘天人之姿，宠冠6宫，自然不是我们这些庸脂俗粉比得了的。更何况那霍昭华不过是朵被宠坏了的娇花。所有人都以为极乐殿只是皇上兴起之时与妃子共赴云雨的地方，可皇上生性残暴，真正的极乐殿从不只是筹欢之地。这是可以稳定心神、降低人五觉的秘药。荣国公让奴才叮嘱娘娘，今夜是娘娘第一次被召入极乐殿。娘娘进殿后，无论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，都一定稳住心神。国公府的恩宠都在本宫身上卸着，本宫心里有数。娘娘，切不可流露出丝毫惧怕、厌恶的情绪，否则必死无疑。让下面的人放霍昭华今夜进极乐殿，本宫倒要看看霍昭华这朵娇花在大夏的后宫里能开多久。这里就是极乐殿。